月子就得补，要不你这奶更下不来了。说你什么命，生个孩子还得自己扛着，人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没丈夫呢。哦，我现在就去给远远打电话，看他能不能赶回来。就跟他说我和麦丽儿都好，让他别回来。我答应过金爷爷，小远什么事儿都要听他的。什么金爷爷呀？这金老头子他不通人性啊！人家生孩子他都不让见一面，都不让露面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婆婆就请了1个礼拜的假，说不过去啊！我这个当妈的伺候自个儿闺女，我心甘情愿。按理说伺候月子，这就是当婆婆干的事儿。你赶紧跟他说，等他儿子回来他再走。就是傻，他们家人就是自私自利。那太好了，母女平安就好。妈，因为金爷这边，我现在先走不开，你们就多受累，帮我好好照顾照顾他。等金爷这边一放话，我就马上回去。现在你们受累了啊。嗯。远远，你看，他这小嘴儿啊、小鼻子长得特别像你啊。怎么会像我呢？看你说的，女儿啊都像爸，你仔细看一看啊。麦秋呢？我也着急呢。是这样，昨天呢，他有2个大学同学过来看他。他们说是利用假期到沈阳去做社会调查，在天海转车，顺路过来看看他。他们今天上午10点的火车，麦秋说要去送他们。你看这都快12点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我也这急着呢。没事儿，可能送完他们买东西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远远，远远，麦秋最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是吗？嗯。妈，爸，哟，向远回来了，回来呀！哎，特意从广州给您们带了点水果。哎呦喂，真好真好，这些都是稀罕物。哎，向远，跟金老爷的学艺怎么样？水平提高吧？有长进，有长进。我师爷还说呢，让咱俩抽空去广州看他。什么师爷呀？你说这倔老头子，哎，哪有师爷这么一说啊？我们2个人都是你姥爷的徒弟，怎么折辈儿了？他这个，行了吧？你知道你把麦秋一个人搁在家里边给你生孩子多难呢？受多少罪呀？说这个知道，我知道妈。那麦秋没回来啊？没有啊？跟什么？不是在你们家呢吗？怎么了？麦秋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妈跟我说麦秋早上送她沈阳，不是来俩同学吗？去火车站送他们了，然后一直没回来。我以为麦秋是不是回这边了？他没回来啊？哦，妈，爸，你别着急，没事，应该没事。我找找他去啊。火车站你找了吗？我刚从火车站回来，没有。你们俩怎么帮我照顾的麦秋啊？都他妈倒腾着鸡蛋了。不是，麦秋是跟我们说过，等孩子大点能脱手，交给你丈母娘，她给我们捣鸡蛋。别提倒腾鸡蛋这事儿了，我不同意，没商量。我给你拿自行车去吧，你这么腿绕不得累死啊！是啊，快去快去，等着我啊，别老跟着我了。不是，咱俩各走各的，谁跟着你？不是，怎么样啊？找着没有啊？没找着啊。妈，啊，
昨天麦秋和他那俩同学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当时就夸那个麦粒儿了，说她长得好看。麦秋也是有说有笑的。后来我就去菜场买菜了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已经走了，说是去招待所了。哦，对了，他说今天早晨想去车站送他们。他们俩叫什么名啊？一个叫宋华，一个叫于荣。看那俩人啊，就是不长眼。这个时候过来，不明摆着勾麦秋的心思吗？啊，他们自个儿上大学上挺乐呵的，麦秋成了卖鸡蛋的无照小贩了。这么一比较，他能受得了吗？他这两个闲白活。哎，妈，我妹妹这不是想不开，寻思什么去了？寻那什么呀？你能不能说句人话呀？我这不是分析吗？你怎么不往好了分析啊？分析问题就有好有坏啊。那赶紧找那2个女同学呀，看看他们知道不知道。现在只知道他们在沈阳，但是在沈阳哪个单位，他们在哪儿搞社会调查，现在不知道，而且联系不上他们呀。你联系不上，你就不找了呀？我发现你怎么这个事儿你一点你都不着急呀？我发现你，哎，这不是乱开炮吗？都到这份儿了，那项远能不着急吗？急就这么干等着呀？等到什么时候是一战呢？桂香，你别着急啊。这样，我现在呢就上邮局给老向打一个电话，问一下宋华他们到那个沈阳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实习，这样咱们心里就有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圆圆，这样你呢赶快上派出所去报个案，咱们分头行动啊。别着急，你们先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孩子，你看咱们别在这儿等着，要不咱先回家等着去吧。哎，赶紧，你把慢点，回去，来，给我在人家这等着叫怎么回事啊？大家，快走。这都几点了？是这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啊，怎么样？我已经报了案了，现在派出所让咱们等消息。等消息啊，等消息。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你说说呀，天都黑了，肯定是出事儿了。要我说，妈，你别往那儿想。不会有事儿。这还在院子里边呢，这大冬天，你说他能有好吗？快再找一找啊！给他去哪儿找去？城乡哪儿找啊？本来这孩子这段时间多憋屈啊！你说他一直想上大学，好不容易你说上了大学了，你瞧瞧，受了多少罪呀，吃多少苦啊！上了大学你别想，你说谁想得开呀？这搁谁也想不开呀！会出事的。别往那边想啊！我现在还在想办法啊！我往哪儿想啊？你让我往哪儿想啊？我现在我能往哪儿想啊？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让我往哪儿想啊？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们还没找着人呢，就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这瞎说什么呀？你这是？那你换我闺女，你告诉我闺女在哪儿呢？闺女，我告诉你，这麦秋就是让她给毁了。你赶紧去找一找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多好的孩子，自打认识他以后，妈，咱进去啊！什么跟什么呀？啊，您别太着急了，我赶紧回去先跟我妈问一问，那边什么情况。啊，我劝你。我说，别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，别让你妈着急啊。圆圆回来了，有消息了啊！宋华他们来电报说麦秋跟他们到沈阳了，而且病了，住院了。麦秋住院了，那我得赶紧收拾东西，连夜赶过去。啊，
行，圆圆啊，一会儿到火车站，你赶上哪趟车坐哪趟车啊。麦秋，哎，麦秋怎么了？这是？急性肺炎，要住院输3天液。哎，还这么热啊？弄醒了，刚睡着。我跟你外边说去。啊。没事，你出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好。宋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把麦秋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到沈阳来呢，谁带他来的呀？昨天他把我们送上车，当时车厢里人特别多，等我们找到座位的时候，车已经开了，我们以为他就回去了。后来我去上厕所，居然看见他还被挤在车厢交接处呢，根本就没下去。我问他怎么回事儿，他当时已经迷迷糊糊了，反问我这次社会调查的主题是什么，怎么没人通知他？你明白了吧？他还以为自己在上学呢。魔怔了。那会儿是不是就已经发烧了呀？烧得特别厉害，一直昏睡到的沈阳。我们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了，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来。幸亏陆程接到电话赶过来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啊，陆程在沈阳呢。他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领队，我们一共来了9个人，他们是直接从学校到沈阳来的，就是他让我给你家发的电报。哎，他怎么样？你们俩不是发小吗？我以前总听麦秋说起你们的事儿。是。你跟他是不是闹别扭了？没有。我们从学校出发的时候，我让他跟我们一起从天海倒车去看看麦秋，可他推三阻四的，就是不跟我们一块儿。我们能闹什么别扭？我之前不是在广州吗？一直就没联系到他。哎，麦秋之前跟你们聊什么了都？聊什么呀？聊你怎么不负责任，聊你图一时痛快让他未婚先孕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在乎，可他是大学生。你不能说把你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，让他就这么庸庸碌碌的跟你过一辈子吧？我没，我一直鼓励他呢，我想让他振作起来呀，我还鼓励他考夜大。他现在这种状态根本集中不了精力看书，你以为他没努力过吗？那他现在开始复习了没有？复习什么呀？他这段时间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卖鸡蛋上了。他说他得挣生活费，得挣奶粉钱，还有。天海大学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的，他回到家里能想起的都是那些人嘲笑的眼神，脑袋都快炸了。你让他怎么复习考试啊？是，我想办法，我再想办法。他去自由市场卖鸡蛋，除了挣钱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那儿没有熟人。他能跟小贩们说几句平常话，他能活得像个正常人。你以为你很了解麦秋，你根本就不了解。说白了，你很自私。行了，吓死我了你，好点没？向远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发烧了，现在在住院。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出事了，师爷让我提前回来，你欢不欢迎？欢迎。麦粒是不是该吃奶了？我是不是该去喂奶了？听我说啊，现在你在沈阳。你和宋华他们一块坐火车到了沈阳，现在住在沈阳的医院，明白吧？沈阳？我怎么在沈阳？那麦粒喂奶怎么办呀？你就放心吧啊，麦粒我妈他们照顾呢。哎，这次我回来，我发现麦粒长大了，长得越来越像你了。我昨天还抱着给你喂奶来着呢。哎。你说我傻不傻？
喂完奶之后，我告诉他，王麦玲，要饿了就喊爸爸啊，我把他当成大人了。我怎么到沈阳来了？我不是送华他们上火车，我自己怎么上火车了？小月，我脑袋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别胡思乱想，你瞎想，你就是发烧烧糊涂了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好了。你真出事了？不走了？再也不走了。从这回开始，咱们一家三口就要好好过日子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上学上的挺好的。谢谢啊，帮我照顾麦秋。遇见了，自然要伸把手，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只是说声谢谢。那就好。宋华把和你见面的经过都讲给我听了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过来跟你说句话。行，你说吧。应该给麦秋换个环境生活。向叔和卢阿姨不是调到省电大了吗？你不妨带着麦秋和孩子也到省城生活。我们俩也去省城，这倒是从来没想过。离开天海，离开那些说风凉话和看热闹的人。省城这边有宋华，还有这么多同学，跟麦秋多交流多沟通，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麦秋就能重拾学习的信心。麦秋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对麦秋的关心不够啊，不管不顾的？我没这么认为。就这样吧，没什么要说的。都怪我，对不起。你就别埋怨你自己了。你对不起谁呀？要对不起也是别人对不起你，知道吗？麦秋啊，歇着吧啊，明天咱们上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妈，这是我们从沈阳带回来的药，你搁这儿了。光吃药啊，不去医院了？怎么会呢？肯定得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您放心。该好了啊，闭上眼睛睡会儿。我就说妹妹脑子不正常。能不能别瞎说呀你？我刚才进去看了，你看眼神儿像文姬似的。什么叫文姬啊？谁是文姬啊？你就不能念叨你妹妹点好？麦秋这回确实是受刺激了。要刺激也是让你给刺激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这事怨人向远吗？人家刺激的，胡说。你说怎么刺激的？不是他刺激的，谁刺激的？你刺激的。向远啊，你跟麦秋以后怎么办？你还真得提前做点准备。上学这事儿对他来讲太重要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年先让他上个夜大。就别好高骛远了，赶紧想想现在怎么办吧。本来麦秋这奶就不好，现在又得了急性肺炎了，这将来就得吃奶粉了。
要吃奶粉，这花销可就大了。赶紧想想怎么办吧。行，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俩会好好商量的。圆圆，妈妈不走了，留下来陪你们一起过年。本来就不应该走。人家这是好心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没句好话呢？你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你没有怎么？回家。坐这干嘛？回家。这样，你先回去了。好好照顾妹妹啊。妈，您瞧，面汤都喝光了。圆圆，圆圆，好多女人呐，生完孩子以后啊，都会出现焦虑啊、无助这种状况。麦秋可能最近好多事儿都赶在一起了，这种情况一时半会儿不会过去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！啊，其实陆成提了个建议，他说建议让麦秋到省城住一段时间，换个环境。您觉得靠谱吗？好啊，换个环境对他有帮助，这挺好的。不过有一个事儿，因为没落实，我们就没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这不，去年不是成立深圳特区了吗？他们那儿啊想成立大学，预计83年能开课，也是袁校长提的，想把你爸爸和我调过去，不是借调，是正式调过去。他不仅能上讲台讲课呀，可能还会委以重任呢。那这是好事儿啊，我爸肯定特高兴吧？我赞同，我坚决同意。不过麦秋现在这样说，我们要走，您呀就不用担心我们俩，我们俩那事儿这还没定下来呢。我还是跟你爸商量商量再说吧。别跟我爸商量了。你说，麦秋本来心里就觉着，我爸是因为他才失去了上讲台的机会。那这次这么好的机会，还是因为我们，那他心里肯定有负罪感啊。那你就得赶快把麦秋心里这个疙瘩解开。是，这事我一直想着呢。哎，妈，今年过年就把我爸接回来呗，咱一块团圆团圆。算了，你也知道他脸皮薄，现在啊，他还是没法面对这里的老同事。其实啊，你爸挺惦记你的。你去沈阳的第2天，我们俩通了个电话，他一再问麦秋的情况，也打听小麦粒儿的情况，还说啊，让咱们找个机会上照相馆多照几张照片，给他带回去。其实我也挺想我爸的。哎，妈，我爸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？最近没犯病吧？倒是没犯病，不过，哎呀，没事，你爸挺好的啊，没事。向远，麦秋，向远，哎，老太太给麦秋熬的鸡汤。我妈带她去医院了，我刚把她哄睡着。哎，正好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听说计划生育政策明年要收紧了。什么政策？天天光知道琢磨菜谱了吧？国家去年发了一封公开信，号召大家只能生一个，提倡晚婚晚育。说是要在2000年的时候，将国家的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。将来这个政策可能要强制执行，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赶紧跟麦秋再生一个呀！你不得有一个亲生的？等将来政策收紧了，你有苦都说不出来了。我知道你嫌我说话俗气，可我说的都是实际问题。你现在年轻气盛、讲义气，不觉得怎么着？等你以后年纪大了，没个亲生的，你一准后悔。我就问你，你第一眼见到麦粒儿，心里有没有点别扭啊？别跟我说虚的。
开始我确实接受不了，但是后来想想，他也不容易。这小麦粒儿也是麦秋身上的血肉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我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。说的轻巧，行，就当我是多管闲事儿呗。嫂子，你别这么说呀。其实，嫂子，我一直很敬重你，你身上有一种江湖义气。哎，我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啊。那我跟你呢，就得有个江湖之约，以后这件事儿，咱们就再也不提了。你的好意我永远的记在心里。行，我要再提啊，我出门就摔跟头，把我的舌头咬掉。干嘛这么咒自个儿？你这小舅妈呀，以后还得给我这女儿多讲讲江湖之道呢，不能让咱家女儿受欺负呀。哎，这你放心，我一定给她文明着讲。哎，你也是的，麦秋看病你不跟着去，回头让老太太知道了又骂。我现在就在家洗衣服看孩子，我是专捡重担的挑。行了，家里事儿我帮你看，你赶紧去吧，快快快，去。那谢谢嫂子，正好我把这鸡汤给他们送去。哎，拿个衣服啊，哎。嘿，向远，这可厉害嘿！这金老爷子把家底儿都给你了，这下一步就看你自己小子怎么整活了。我呀，这几天打听了一下，咱们天海这边比广东那慢一截子，所以呢，很多饭馆啊，想起个照太难了，起不下来。那自由市场还不是有很多做小买卖的吗？那小买卖那照好起啊，很多的饭馆、正式的饭店都起不下来，得等政策。那怎么着，你就耗上了？不能，我有办法嘛。今儿都初5了，说话这过年就过去了，不着急可不行。嘿，这饺子就是那腊八素，再弄上那腊八蒜，一吃，哎呦神了！哎，小华，金老爷子你还记得吧？金老爷子我就没见过。哦，你没见过他呀？我以为你跟他挺熟的呢。55年他来天海看你爸的时候，你爸让我陪着待了几天。哎呦喂，那老爷子可知道这初5为什么包饺子吗？就是捏小人的嘴，让他来年别说话。哈，对，捏小人，你小红使劲捏点啊！到明天咱们都变成鱼缸里的鱼。你还不赶紧去看看麦秋去？你在这干嘛呢？这事儿我爸。回来了，向远，你呀，哎，你就当甩手掌柜的是吧？这还病着呢。向远，学校外面有间平房要卖，咱们可以把它买下来开饭馆用。我问了一下，14平米，要价3000。3000？吃人呢吧？行了，妈，你别管。向远，你跟我去看一下。什么呀？哎，麦秋啊，你这肺炎还没好呢，先别出去了。着什么急啊？这起照就是个问题。刚才我们还说这事儿呢，等过完年再说啊！来，赶紧把衣服脱了，踏踏实实。你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我去什么呀？3000。不去我自己去。哎呦，孩子说去找病，是刚找回来。哎，你快点啊！你快，没事。你快点。哎，小乔，现在咱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这事儿咱们俩再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啊？你这房子位置真的不太好，在这胡同里边，这不适合开饭店，要价又这么贵。同志，价钱能便宜点吗？便宜点我们就买了。1分也少不了。这房子你们不要，我就让罚款站收购。虽说手续麻烦点儿，钱少不了，是吧？要不你们再商量商量，啊，我等你们1星期。小袁，这房子为什么不行啊？虽然偏点儿，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你处理好就行了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看看，周围这环境，这位置，谁能来这儿吃饭呀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想让我早点有正经事儿做，可咱也不能着急啊。开饭店这是大事儿。来，乐乐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
赶紧坐下吧。要给妈。来，好，快吃热的啊！坐下一起吃。热的。我跟你说啊，麦秋，家里边可是没钱借给你。再说，你说现在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我都没听说过自己买房。这说半天不还是那个问题吗？工商局不给起照，那怎么办呀？就是，你说那鸡蛋啊能偷偷卖，这饭店能偷偷开吗？你开2天，家长给发现就给你关了，是不是妈？可不是吗？张嘴，大哥。哎，向远，不是现在这个天海好多这个老的饭庄都重新开业了，就凭你这手艺，就给他们当个临时工什么的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回头我试试去。我早就跟他说过，让他去当临时工。当时怎么说的？现在想起来了。真是，我都已经成废物了，你就别跟我一样了。别老那么说啊，什么废物？你呀，别老管我，把自个儿的事儿先弄明白了。考夜大的事儿，忘了？明天开始赶紧看书啊！这时间这么一天一天的就这么晃过去了。考什么夜大？不考了。我也没什么上进心和理想，就踏踏实实的当个普通女人，挺好。来嘛，麦秋啊，这事儿咱先不着急，等着麦粒周岁以后，咱们再说这些，好不好？妈，您明天就回省城吧，我和向远就不让您操心了。那个，今天这顿饭就算是为您饯行，多吃点，趁热啊。去省城哪儿行啊？别让你婆婆现在走啊，现在可走不了。我说句实话哈，你们这种对我们过分的关心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负担，就是压力。我们以后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就行了。你自己怎么处理啊？妈说的是对的，你先把考夜大这事儿。我不考了。圆圆，我觉着现在麦秋啊有点自暴自弃的倾向。这次他执意要买饭馆，我觉着有跟你赌气，跟他自己生气的成分。哎，他那可不就是跟我置气吗？我心里都知道。妈呀，您呀，就别再为我们这些事儿操心了。您要这样，这一辈子都不消停，操不完的心。您呢，到了深圳跟我爸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生活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啊，我们这事儿自个儿都能解决，没事。那在遇事儿可得稳当了点啊。好，什么事儿跟麦秋商量着来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没准哪天我爸在那讲台上讲课，我带着这娘俩就出现在他教室里，这都不好说。哎呀，这日子过得真快。你爸还没见过麦粒呢，你看这都满月了。哎，爸，检票了，明天进站了。不要急，注意安全。过来帮哥们忙活忙活啊！怎么着？后边什么菜？你帮我给大伙沏点汽水。哎，对了，麦秋刚从我那儿走，哎，死活要给我们倒腾鸡蛋去，说要挣钱买门脸房，给你开饭馆。别提倒腾鸡蛋这事儿了啊！你就告诉他，冬天鸡都不下蛋。这麦秋是马三儿啊，长脑袋光会戴帽子使了，哪那么好骗呀？你赶紧想辙啊！我跟三儿现在都怕他了。对呀，我想什么辙呀我？现在这账根本起不下来。我觉得我现在生意不错，明儿我这再添一个字，你跟我一块来忙活来啊！向远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收摊了，我们不做生意了。哎，麦秋，你干嘛呀？你等着我把这菜给人炒出来。炒什么炒？来，多少钱？哎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！不做了，不做这个生意了。把菜都给我挑，快，挑值钱的拿！我的鸡蛋，保证鸡蛋，保证鸡蛋。大哥，连好。将军，
这半年跑来跑去给我们打游击，屡教不改是吧？放下这些东西，今儿都得没收，把鼓放下，放下，都放下！哎，干嘛？都放下！这不是我的刀，这个。哎，没习惯。天爱开不了饭馆，你就去广州找金爷爷。你可以接着去四海楼上班吗？本来咱们之前就说好了，你3年以后再回来。这钱拿着吧。孩子这么小，你一个人哪行？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你们。绝对不行。向远，我不能看着你变成马路边的闲杂小贩啊。那你为什么就能去卖鸡蛋呢？我能，你不能。2口子毁一个就够了。别再提这个字儿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毁咱们俩，别再较劲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毁了。谁毁你了？是我毁你了吗？你上不了大学是我把你毁了。我自己毁了我自己。原来那个田麦秋哪儿去了？摔个跟头再爬起来，不会后退半步，那田麦秋哪儿去了？摔太多回了，爬不起来了。去找金爷。告诉你麦秋，现在大伙儿都在迁就你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别人会很讨厌。讨厌我，都在迁就我。说实话了，我每天无所事事，什么都干不了，我只会逼你、烦你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不是这意思？说出来的话还吞得进去吗？夏远，你讨厌我，我可以不管你，我可以不管你，可以给你自由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耽误你，哪怕我们离婚都行。麦秋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哎呀，豆子那人啊，他就这样，他嘴比脑子都快。三儿，你也真别往心里去，向远那是跟自己较劲儿呢，他跟你们这亲兄弟怎么能掰呢？对呀，你说他现在这状态，我们看着心里能不难受吗？这个承包饭馆真就这么难吗？这得看怎么说了。那厂里的政策呀，是承包期间只给发基本工资。那饭馆要是赚钱的话，留下30%做提成奖。就冲这一条啊，就没有人愿意干。对，还有，你人不在正式岗位，那厂里每年2%的工资调级，也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麦秋，一会儿你回去再劝劝向远。你过2天我请客，把他跟豆子摁一块儿，把这事儿说开了就行了。等以后你们2口子有能力开饭馆的时候，我们哥俩不随叫随到了。你也别着急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三儿，你能不能挑头承包？我没想过。这样，我给你2000块钱，你试1年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你再回厂里上班，这2000块钱算是补偿你的损失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三儿，帮向远一把，他真的需要这个舞台。我知道，就算我承包，我也不能拿你的钱啊。我们这不是先往坏处想着，往好处努力。要是1年后干好了，你再把钱还我就是了。三儿，你家庭负担重，我这样求你，已经是为难你了。帮帮我，帮我一起给向远圆这个梦，行
天一早我就去取钱。Radical。Abundance。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？聊了2句。聊什么呀？没聊什么，怎么了？嗨，其实吧，本来这事儿我想放一放，豆子给我来这么一出，现在我就这么想的，这饭馆的事儿呢，我先放一放，只要有婚宴的活儿，我就挣这钱去；没活的时候呢，学学外语，我就在家照顾咱妈。我现在就死等了，我就等着这天海政策铁树给我开花了。那你别那么大火呀！我这不自个儿跟自个儿搓火吗？又在你面前吹泡泡了，我都没当真。还安慰我呢。哎，跟你说个正事儿，后天妈生日。是吗？啊，咱们想想怎么准备一下，让妈也高兴高兴。对，想一想。让一让，来让一让啊，撞撞啊！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行了吧你，想让什么呀？穷显摆，就怕别人不知道咱家这点事儿是吧？我是不是显摆了？我就怕撞上人这。爸，妈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正好啊，谢谢妈。儿子紧赶慢赶，给你赶一个生日礼物，你看，多好！这以后可方便了，真的。这是你的主意吗？这是你一个人干的吗？你就不知道送我点别的？那这个方便，你看，往前。哎，我才55岁，我就做这个东西。啊，看着不行。啊，那个这不是我的主意，这向远的主意。然后材料呢，也是向远和豆子他们提供的。你可真行，这会儿又往外摘自个儿了。人家2口子都有默契，你不拆我台，你心里是不是烧得慌？你看你那样，我告诉你，咱俩这样就过不长。那就离呗，反正你不是已经给自己找好下家了吗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。妈，你说谁呢？行了，妈，来，抱你回家，咱们吃饺子去啊！来，站着，哎，好，1、2，走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好嘞，腿大点啊！怎么样？是挺好啊。对，来。哎，回家喽！等一下啊，大小正好坐这里。麦秋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向远，快点啊，都等着呢。好了，哎呀，催生饺子长寿面，妈，一会儿您尝尝我这打卤面，我给您盛一碗啊。肯定香，都闻着好味儿了。向远，这菜做的真不错，差不多了，也别再忙了。哎，别老给我倒酒，给向远倒一杯。别给我倒，我不喝酒，我不喝酒。怎么不喝呢？今儿什么日子啊？啊，咱妈过生日，对不对？你还忙活了半天，必须喝一杯啊！一杯。我真的戒酒了，一会儿我以茶代酒敬咱妈，好不好？妈肯定不跟我生气，你看看妈不怪我吧？向远啊，这酒啊不能多喝，但适当的喝一点还是可以的。哎，今天这日子再说了，麦秋不会管吧？是吧？这样，那个你看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和麦秋照顾老太太也费心了。这么着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爸带上我，啊，咱俩一起敬啊。爸，你女婿烟酒不沾，这不好事儿吗？对呀，爸，你就别让他喝了。不是敬你了吗？我是跟爸敬向远的。来，喝来。你要喝我给你喝，来，我给你喝，咱俩碰一杯啊，碰一杯。哎，喝不好再来一杯。要不要喝？走，谢。小子有怎么的了这是？啊？我们不是怎么了呀？这是。真的，建良，我就以茶代酒。还有爸，刚才您那话说的，说我跟麦秋照顾咱妈，说我们俩辛苦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
我以茶代酒，咱们一块儿吧，好不好？哥嫂子，祝妈这个健康长寿，是，还有祝爸快乐、健康平安啊！来，咱一块儿，谢谢，来，生日快乐！来，向你妈沾点。行，来吧，咱一块儿吹蜡烛，来，大壮，吹蜡烛了。哎，蜡烛啊！1、2、3。现在，大壮都鼓掌了。给妈夹这火腿，这是特意磨出来的。大壮，大孙子夹块肉，来，吃一大块啊！来，你干嘛呀？没吃完呢。老太太今天过生日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这？对啊，那不高兴吗？挑气氛啊。挑气氛有你那么挑的？那应该怎么挑啊？你替她喝什么酒？想着你了？哎，我喝杯酒怎么了？你喝杯酒怎么了？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哎，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！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？我看见了，你敢喝，我凭什么不敢说呀？我喝杯酒怎么了我？你跟苗姐那下三滥的事儿我还没。哎呀，行了，苗杰这事儿咱不说好了过去了吗？那提他干什么呀？我拽你进来啊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没别的意思，提醒你，我妈过生日呢，老太太病着呢，咱高兴点，行不行？啊？提醒的好，提醒的对，总有一天呀，让你吓得下巴磕砸酒酿。妈，我给你揉揉。这轮椅啊，真管用。香远，妈知道这轮椅是你给我做的，妈嘴上说不清楚，心里明镜的是。妈谢谢你。您别谢我，您呀，把心放开了。我们知道您是个要强的人，我们相信您一定能重新站起来。我们等着看您左手牵着大壮啊，右手领着麦粒儿，得在好日子里头蹦蹦哒哒的往前走。妈，天已经暖和了，从明天起你就陪着我卖冰棍儿，咱们晒着太阳，还把钱给挣了。我说吧，只要天好，我就陪您出来转啊。哟，伯母，哎呦，您这气色可是越来越好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那个，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，我去找雷科申请承包去。怎么着呀？你怎么回事你？不是，听我说，但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在我后边说了啊。我这脑子，我一人干不了。我说什么呀？我说这事儿你不能挑头干啊。我怎么就不能挑头了？你说呢？你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呀？我一开始为什么不找你，直接找豆子呀？你家里负担太重了。你爸走了以后，就你一个人照顾你妈。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这点心意我领了，好不好？这事儿以后咱就不提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老爷子咽气的时候特意叮嘱过我，你项羽的恩我必须得报他。咱们哥们儿之间没有报恩这么一说。啊，行，那不说这个，那我就说我也想干一回大事呢。我马三怎么就不能人五人六的当回领导？你大脑炎呀？你这不脑瓜子发热吗？像你干嘛呀？听三儿把话说完呗。我没有你跟豆子胆大，所以我要是下定什么决心啊，那肯定是前前后后都已经想透了。我就应该那个申请合同签下来，我再告诉你。但是我有个担心呐，你说以后我要是承应了这个饭馆经理的名声，你在后边吃苦受累的，那你要心里别扭怎么办？所以我今天来呢，我就是想要你一句话。你向远要是不想让我马三领导了你，那我就找别人。玩急了吧？你这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啊！哎，麦秋，伯母，我印象当中向远应该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吧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他自己。他不行，你挑头啊，我就是不放心。你做饭的手艺啊，根本就是二五眼。
把你自己赔进去没事儿，咱们食堂和行政科的名声那可赔不起。您别拿虾酱不当海鲜，虾酱就是上不了席面。这厂里的承包条文号召所有职工发挥积极性，我是正式职工吧？我不属于老弱病残吧？您要老这么拦着，我就找厂长去。厂长要再拦着，我就上职代会讲理去。去呀，去呀！你小子跟我较上号了，你还？雷科长，我一直活得跟窝囊废似的，我好不容易想勇敢一次，您就别打消我积极性了。哎，你要是这么说呀，你可以写申请，我也可以帮你递到厂务会上去，批不下来你可别怪我啊。那您要是帮我说句好话，肯定能行啊。你还别讲我的句儿，你做饭手艺啊，那真是差。这开饭馆啊，那得有个好厨子盯着。我可以聘个好厨子呀。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我告诉你，非本厂职工，你休想往饭馆里招，开除的更不行。傻了吧？写申请啊，我不拦着你。小样儿，跟我扯这个。雷科长，我算是个好厨子吧？啊，我去给三儿当兵去行吗？我就知道豆子同志关键时刻肯定是顶得上来，绝对不能让首长失望啊！我要再不上手啊，以后咱还能见面吗？这段日子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。打是亲，骂是爱啊！对，相亲相爱还用脚踹，我先踹你两去。咱们哥俩在一块儿，那就是勾圈 K， 一套牌，要出去得啪一块甩。能不能不老提这勾圈 K？ 小心眼儿啊！高兴归高兴啊，你赶紧想想，那雷科跟厂头那边怎么应付？你现在是连面都不能露。先不说这个，赶紧把合同给签了，然后咱就考虑装修饭馆的事儿。我呢，反正还是尽量躲着点领导。万一要是碰上，咱仨这话得一致，就说我是没事瞎溜达，瞎溜达不犯法吧？可这也不是常事儿啊。那饭店开业以后怎么办啊？我就待在后厨里不出来了，门口贴8个字儿：后厨种地，闲人免进。再说领导不可能3天2头跟这儿盯着呀。我跟你说，三儿，要办什么事之前都像你这样考虑来考虑去，什么也甭干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亏着你吗？那工资都没法明着给你开。我第1年不要工资，不说好了吗？但是这个到了年底分红、什么承包奖什么的，你们到时候看着给。其实我最看重的就是饭馆这个舞台。可是你要想，三儿，等咱饭馆一火，马上就跟头挑明这事儿。我还不信了，到时候他们还能轰校园走啊？甭管是白猫还是黑猫，能逮着耗子那就是好猫。以后啊，你就去那唱红脸，有什么挨呲的、受挤的、受委屈那事儿，你都让我去找那雷科去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。行，哎，那咱们先填承包申请。向远，这文化事儿还是你来吧，这是厂里的政策文件，你先看看。就这么着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怨雷科长他们，我也不怨厂里，我欠他们的。尤其是那次轻工厨师大赛，我没拿名次，也没拿荣誉给厂里。这回我把欠他们的债全补给他们。豆子现在也来了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师傅，到时候您可得去多指点指点我们啊，好好跟我们说说。行了，你可以了，你都出师了。哎，向远，这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哎，麦秋，向远可是个干大事业的人。名分也没有，白干怎么办？妈，先让他们把机会抓住。领导接不接受他，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。你就别跟着担心了。可不是担心嘛，挣不来钱，日子怎么过？家里不是有我吗？我们家有他一个干大事的就行了，我就做贤妻良母。是，那，哎，我去。哎，我去。向远，你也别老
急着催着麦秋考大学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你这家里这一大摊子事儿，上上下下的，得有他这么个人。你也别总是为别人想，你也得为自己想想。你就想一辈子当家庭妇女啊？您就别跟着操心了，坐会儿吧。麦秋，哎，最新的考试政策下来了，麦秋，你看啊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妈，您看啊，这是最新的考试办法。哎，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完全给你准备的，不用参加入学考试，直接考大学的课程。我建议你就考那会计专业，这跟数学沾边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先收起来吧。饭馆怎么样了？你说别提饭馆的事儿啊，这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啊，这多好的机会啊！再说你还上了半年大学，这大学语文、高等数学、中共党史你都学过呀。麦秋，只要这步迈出去，那就成了。妈，您说呢？向远，妈还想跟你说啊，干正事也得着家，他们娘俩你得顾着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肯定能照顾好，我不会影响他考试了。啊，哎，这上面还写了，这次要是考不上，下次还能考。行了，妈，你看会儿啊。啊？你刚拿那份报纸是半个月前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报纸出来当天我就看见了，我还去教委和教育局拿了一些复习资料。弄了半天，你早就有准备了。可是高自考只在省城进行试点，师范学院是主考学校，什么时候才能推广到咱们天海这样的地级市还不一定呢，10年8年都说不定。师范学院是主考学校，那太好了，那不是你们学校吗？那不是我的学校。行，咱先不说这个，你只在省城试点怎么了？反正它是面向全省考生的。哎，只要你下定决心了，我陪你一条道走。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1年半了，我功课全都撂下了，拾不起来了。再说我也不想再受那刺激，到那同样是复习痛苦。还没复习呢，怎么就痛苦了？高叔叔，咱们天海有没有高自考的辅导班啊？哦，没有，这是一个新生事物，一切啊都还在探索中。因为你们家的这种特殊情况，所以你们就特别注意这件事。大部分人对高自考还一无所知呢。你们呐，现在知道着急了。田麦秋被开除的时候，我这边接到了省教委的通报，当时我是十分的震惊，怎么是这样呢？这都是我的罪过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亡羊补牢吧。5月10号，省自考办会下发高自考复习大纲，到时候啊，在咱们的教育局能领到。你们要把这件事啊，千万要盯住。让田麦秋在家里好好复习，在第1次开考时先试一试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最近你父母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，他们去深圳都快3个月了。我妈在信里还说呢，我爸现在精神头挺足的。我爸那人你知道，一上课一忙起来就高兴。这样也好。咱就按高伯伯说的办，啊，就在家自学。这事儿搁别人不行，但搁你这肯定能创造奇迹。妈，您说呢？看他怎么想的吧。等孩子大点再说。这孩子现在我跟妈都能照顾呀，不影响你复习功课呀。你要那么大精神头，你就多看看孩子。你都很少哄他。我跟你说复习的事，你老拿孩子打什么茬啊？我是说复习功课的事，你在家自学，你得有这个信心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多哄哄他呀？多抱抱他，能认识你吗？以后就觉得你是个外人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成外人了？我希望你好好复习功。向远哥够累的了，他哪还有精神哄孩子呀？试试呗。我可以哄孩子，我没说我不哄。那我哄孩子，你好好复习功课，行不行？我多陪陪他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们复习功课？我试试。
虾仁、水晶醉鱼、坛子肉。这豆子什么时候学会做那么多菜啊？名字起得好听，不过不能华而不实，瞎吹牛啊！您放心，王主席，是骡子是马呀，一会儿拉出来遛给大家看啊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我们东方饭店的掌勺大师傅豆子。哎，老客气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师傅，我这后厨忙，我没法过来陪你们啊。那个，我这菜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不是。豆子，哎，你说说，你这个卡斯米亚还真好吃，还有这坛子肉也不错。哎，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这不是我做的，还是他做的呀？这桌菜啊，每样都好吃啊！哎，您的手艺没说的。谢谢您。好，雷哥，干嘛？烫着。雷科长，我今儿实在是闲的没事干了，我过来帮他们打个下手，是吧？我这就走。嗨，往哪儿走啊？挺好的啊，挺好。雷哥，其实我们正想跟您说呢。说什么说？小聪明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早知道他在这儿。你想，咱们厂才多大呀？放个屁都能听见，你还想藏个大活人呢？啊？不是，雷哥，我们后厨可讲卫生，那谁要敢放屁，我们自个儿先闻了，绝对不能污染材料，是不是？是，不准跟雷科长耍贫嘴。你想想呀，雷科长这是没揭穿我们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雷科啊，您是一个伯乐呀，您需要向远这匹千里马。雷科这眼界多高啊！说明咱雷科领导有关爱丁如子，这可是咱雷科一贯的行事作风。这你算说到点子上了。你想想，是吧？雷科这为什么姓雷呀？这是雷公在世。雷哥这是什么脑袋？什么脑袋？雷公的脑袋。雷公的脑袋。雷哥这什么眼睛？什么眼睛？雷公的眼睛。雷公的眼睛。明察秋毫的双眼。明察秋毫的双眼。雷哥到了后府，这就是雷公下凡。咔嚓，炸了！拍，接着拍，我还没拍舒服呢。我们不说了，该听您训话了。听我的。哎，小远，这菜都你炒的？啊，我跟豆子我们俩一块儿炒。哎，没有，我可就打了个下手。你还别说，这2年啊，在外面还真没白闯荡，这手艺确实见长。我跟你说，就你们小子，藏着这个小心眼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啊，这些天啊，我就一直在看你们演戏。就等着今天，我看着向远究竟是头叫驴，还是匹千里马，我好决定到底留不留他。那您的意思是，算不上千里马，也能跑个800里，就留在你们圈里。好好尝尝我这香醋驴啊！侯师傅，你好，我可是给您吹了牛了。其实这菜都是咱向远做的，打下手了。所有经理的主意啊，也都是向远拿的。我就说嘛，你小子，来，干一杯！哎，各位师傅，谢谢各位师傅啊！最好是好事，以后常来啊！好。唐主席，我带向远过堂来了。就说主席，雷哥，其实把老师傅们请来啊，也是向远的主意。这。向远啊，留是留下来了，你只能算是3产业的外聘人员，你的工资福利啊，都得在饭馆内部解决。知道，这个我们早就商量好了。其实我没别的，
我就想要这么个地儿，把这活亮出来，把手一亮出来，我就透出来了。好，其实你那点心思，王主席和我一样，早就心里有数了。是啊，专修这段时间，我们一直在观察你，看你有没有恒心。你呀，脑子活泛，但是也摔了不少跟头。今后得稳淡起来。来，我代表厂领导，祝你们饭馆开业兴隆，来，对厂里多传消息。谢谢，干杯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干杯！来。厂里那个领导太能喝了，一直到10点才走。不是说了吗？你要是太累就别回来了，忙你的。怎么样？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有没有把握？我要说没把握呢？不可能，高数是你的强项，公共哲学你在学校时候还学过，怎么会没有把握呢？我在学校第1个学期就被赶出来了，什么课都只学了个开头。再说考试真的没那么简单，你别老逼我，搞得我压力特别大。哦，没事儿啊，这次考不上，下次再考，你肯定能考上。我累了，我先睡了。别有压力啊，反正到时候我陪着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不都说好了吗？那你陪我去省城，饭店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看你操这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明天早上我就拿火车票去。睡吧。哎，你不是告诉有事儿吗？你这自个儿这写什么呢？我师爷的菜谱，我都记在这小本子里头了。这上面还有好多自个儿的体会，也都写在里头。你要把这本给我？嗯，那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得盯得住啊。不是，这本你可是拼了命才得来的，这太沉了，哥们儿可有点接不住。那么多想法你，把这饭馆干好了那是真格的。别忘了咱哥仨的话，必须得是天海最牛的饭馆。这同行啊，自古就是冤家，除非是师徒相传。那你就跪下给千岁磕仨头，喊师师傅。咱们哥仨要是冤家，到得了今儿这份儿上吗？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谁帮我来着呀？你小子要再废话，你就逼着我感谢你们俩的收留之恩。我给你俩磕仨头。说什么呢？行。这本我收下了，你说的没错，把咱们饭馆弄好了才是真格的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哎，夏雨，你1个星期能回来就行。等考完试啊，你带麦秋出去玩玩，散散心。哎，对了，麦秋最近心情怎么样？这几个月挺好的，每次我回家，他都跟屋里看书呢。这次只要这2科的都考过了，他这自信心就彻底找回来了，那后面就什么都捋顺了。哎，三儿，快点把扑克牌拿来，我给麦秋算一块。哎，打住！就你那臭手，他给算走去了。还怎么着？瞧不起哥们儿？相声里怎么说的？我这胯灵。你呀，呸！学我！呸！瞧这个屋都乱的。哪儿乱了？自打我走，你这窗户都没擦过。哎，这些窗子我11放假刚擦过，你
别一回来就挑刺儿。这阵我跟爸我们都过得挺好的。恨不得我永远都不回来。老板，妈，好点没有？妹妹发烧了。怎么样？退烧了吗？刚睡着。哦，刚去校医院打了一针，37度6。咱今天不去了。什么不去了？烧成这样，我还有心思去考试吗？孩子发烧了，你就不去考试了？这小孩发烧不很正常的吗？打针就过去了，车票我都买完了。你把票退了吧。麦粒儿才1岁，他万一气管炎转成肺炎怎么办啊？哪那么容易就得肺炎了？再说嫂子妈都可以照顾他呀。这考试对你这么重要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？妈，你看他一沾麦粒的事就这么不上心。我怎么不上心了？哎，你校远不挺好的？他这不为了你考试考虑吗？你别老是埋怨他。我没说他不是为我好，我就说他对孩子不上心。麦粒快1岁了，你抱过几回啊？啊，这孩子病成这样一点都不着急，你是不是他亲爹啊？我觉得。哎，你们俩有事好好说，好好说啊。好好说什么呀？我去照顾麦粒，我比你有经验。妈，你说他是不是？不生气。啊，是妈没事，我不生气。可能有的时候我在照顾小麦粒上确实不如麦秋细致，我以后注意，啊，好不好？我以后多抱抱他，啊。但是你考试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，别较劲，好吧？麦秋。